在剧烈运动大量流汗后，你是否听过别人说光喝水不够，也要补充电解质？或者是生病，尤其是有腹泻情况时，医生也会建议除了吃药多休息外，还要适当补充电解质。那么你是否知道还有下列哪些物质的水溶液才是电解质溶液呢？我们学过，只要是物质溶解于水中，能解离出带电离子，使水溶液能导电，就是电解质水溶液。因此，能够解离出钠离子与氯离子，有导电能力的食盐水属于电解质溶液，而不会解离不能导电的葡萄糖水溶液。酒精水溶液则是非电解质溶液。不过，你知道电解质溶液有哪些种类吗？电解质水溶液虽然全部都有导电的能力，但是不同的电解质导电的程度并不太一样。例如，盐酸水溶液和醋酸水溶液都可以使灯泡发亮，虽然二者浓度一样，但是连接盐酸水溶液的灯泡却明显比连接醋酸水溶液的灯泡亮。这是因为不同的电解质在水中解离的程度不一样。有些电解质在水中几乎完全解离，所以导电的能力很强，称为强电解质。例如盐酸、氢氧化钠、氯化钠。有些电解质则只能部分解离，导电能力较弱，称为弱电解质。例如醋酸、氨水。所以电解质水溶液的解离度越高，离子越多，导电性就越好。你是否和我一样，一讲到电解质就只想到运动饮料？其实很多物质都是电解质。还记得吗？我们学过电解质溶液中能解离出 H 正的属于酸，能解离出 OH 负的属于碱。例如氯化氢、硝酸、硫酸在水中能解离出 H 正属于酸，而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溶于水中会产生 OH 负，属于碱，而酸碱中和时所产生的产物则属于盐。溶于水时会解离出从酸而来的非金属阴离子或酸根离子，与从碱而来的金属阳离子或氨离子，例如氯化钠、硝酸钾、硫酸铵。由于盐类溶于水中会解离出阳离子与阴离子，可以导电，因此电解质水溶液依照解离出来的离子类型，可分为酸、碱、盐三类。还记得吗？我们学过化合物依原子间的键结形态，可分为含有离子键键结形式的离子化合物与只透过共价键结合的分子化合物两类。你知道下列哪些物质属于离子化合物吗？大部分含金属阳离子的盐类电解质、碱类电解质，如食盐、硝酸钾及氢氧化钾、氢氧化钠，与含氨离子 NH4 正的化合物，如氯化铵，皆属于离子化合物。而分子化合物中，虽然大都不是电解质，例如葡萄糖、尿素、乙醇和甲醇等，但一般常见的酸类，如盐酸、醋酸与碱性的氨气，皆是电解质中以共价键形式结合的分子化合物。
所有的离子化合物都是电解质，且由于离子化合物在熔融状态下可自行解离成阴阳离子自由活动，因此离子化合物在熔融态时和水溶液中都能导电。而电解质属于分子化合物时，由于分子内的各原子皆以共价键键结，在熔融态时不像离子化合物会解离，只有溶解在水中时才能解离出带电离子，因此在熔融态时不会导电，只有在水溶液中可以导电。学习完电解质溶液的种类后，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1. 电解质溶液若依电解质解离程度分类，可以分成强电解质与弱电解质。强电解质在水中几乎完全解离，导电的能力强；弱电解质在水中只能部分解离，导电能力较弱。2. 电解质溶液若依解离出来的离子类型分类，可以分成酸、碱、盐3类。溶于水中可解离出 H 正的为酸，溶于水中可解离出 OH 负的为碱，溶于水中可解离出金属阳离子或铵离子与非金属阴离子或酸根的为盐。3. 化合物依照键结形态可以分成离子化合物与分子化合物。离子化合物是指含有离子键的化合物，通常含有金属离子或是铵离子，而分子化合物键结方式皆为共价键。离子化合物为电解质，在熔融状态下可自行解离，所以在熔融态与水溶液中皆能导电。大多数的分子化合物不是电解质，只有其中的酸类与氨气属于电解质，在熔融态时不会导电，只有在水溶液中能导电。